高考结束后回学校收拾东西，我的桌子上有一本日记，不是我的，却写着我的名字。厚厚一本是藏住的青春，是一个男生暗恋我3年的日记。在我明媚张扬的17岁，在我自认为灰头土脸的青春里，原来也有人如此喜欢我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高考结束那天是个晴天，下午4点55，我坐在教室里，抬头看向窗外，考场寂静无声，繁茂的枝叶遮住了大半个窗户，树影婆娑。我动作幅度不敢太大，又抬头看了一眼钟表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盖上笔帽，转动的指针是流逝的高中3年，手上一笔一画写下的是人生未知的前途。寒窗苦读10几年，即功成于1日。这10几年读过的书，上过的课，过去的岁月就这样在几张卷子里收了场。铃声响起，考试结束，请考生停止答卷。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，看着自己待了3年的地方，缓缓走出了考场。考完试没有想象中那样逃离高中的喜悦，心口中充斥着淡淡的离别失落感。我走出考场，爸爸步伐如我意料之中的焦灼，手上专门为我准备的草莓小蛋糕都快被他无规则地晃烂了。人群被警戒线紧紧地拉开一条出口路线，无数双眼睛落在我的身上，在确认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后，又赶紧看向旁人。周遭人声鼎沸，尽是喧嚣。我恍如隔世，突然觉得自己的青春就在这场看似声势浩大里的平静水花下，张扬又悄然地落下了帷幕。隔天，我重新回到学校，收拾之前未带走的杂物，穿过紫藤萝走廊，路上遇到结伴的学弟学妹，他们素颜朝天，高马尾轻轻地荡起青春的幅度，眼中的星星闪得亮眼。资料室里统一保管着我们遗留的杂物，角落里大大小小的地方都摆满了一摞摞或高或低参差不齐的书，中间夹杂着许多试卷。我走到我的那摞书旁边，这个放书的宝位被我占了3年。我正准备将书抱起回家，却发现莫名其妙多了个厚厚的蓝色笔记本，是我的名字，却不是我的字迹。我疑惑地拿起本子，环顾四周，全都是不认识的同学在收拾东西。我一头雾水地翻开笔记本，想看看署名，什么都没有，奇奇怪怪的。右下角留着个小小的 K， 还画了一架飞机。我带着疑虑翻开了第1页。2018年9月2日，晴，星期天，高中第1天报名。夏风肆意张扬，把我的发型吹得像个豆芽，人就不用多说了，扛着大行李跟晒蔫了的白菜一个样。老师布置写日记练手作文思路，不知道写什么，记录一下今天的趣事吧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我的被子被别人错拿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被子被一个女生一股脑抱走。学校里的被套都是统一发的，也难怪她会报错。我看着第1页的日记陷入了沉思。报名那天真的很热，我觉得我整个脑瓜子都在嗡嗡作响，只想躲在阴凉地偷懒。我爸让我把被子赶紧带上去，我烦躁得厉害，随意抱起旁边的被子就跑了。晚上我回去掀开被单准备掖被角，发现不是我熟悉的奥特曼被子，是非常素净的纯色被子。我大吃一惊，在床上和柜子里翻箱倒柜也没找到我的被子。那真相只有一个，错拿了。我努力回想那天的记忆，已经很模糊了，只记得我把人家的被子拿走了。后来好像就那样盖了，而且一盖就是3年。记忆中那张被子真的很舒服，又软又香，我还以为错拿的是个女生的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是和这个写日记的男生换了被子啊！也不知道他看到我的奥特曼被子会是什么反应。盲目猜测他肯定很喜欢，毕竟哪个男孩能拒绝奥特曼被子呢？我被他的抱怨逗笑，掩着唇往下。2018年9月3日，晴，星期一，正式上学第一天。昨天晚上纠结许久，还莫敢盖那床被子，有点不习惯，没睡好，升起好困，看到了昨天抱走我被子的那个背影了，是那个小小的女生。升旗操场人很多，我努力地挤过去找她，好不容易凑过去了，她人跑了。不是吧？我真的不想盖奥特曼被子。哎，噗嗤，看到这里我笑出了声。我还以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喜欢奥特曼，他居然不盖，没有欣赏品味差评。那床被子应该盖着挺舒服的，我妈亲自买的棉花给我填充缝好的呢。再说了，高中3年，每次到了星期一要先升旗才能去吃早饭，而且全校那么多人都在同一时间涌入餐厅，非常容易就吃不上饭。所以我每次升完旗撒腿就跑冲去食堂，他找不到我倒也正常，他一点干饭经验都没有，肯定是个学霸。我们这种干饭王学渣跑得快，也怨不得他。偌大的资料室只剩我一个人了，老旧的电风扇悠悠转着，窗户也是开着的，已临近7点，天还亮着，夕阳穿过窗户落在屋子内，书上泛出金色的光辉。我翻开了下一页，指尖摩擦书本，翻页的声音回响在资料室。2018年9月4日，晴，星期二。哎，放弃寻找那个抱走我被子的女生了。昨天下午军训，我没看见她，我忐忑不安地盖着奥特曼被子睡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盖女生的被子，淡淡的香味和我这个男生显得格格不入。再说现在还回去好像也不太合适，总不能让他盖我一个男生睡过的被子。纠结中，还有就是学校的饭也太难吃了吧。不过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了，他在22营。22，那他就是22班的喽。奇怪的遭遇让我控制不住，悄悄地盯着他看。好好的军训服让他穿得像鬼子进村一样，怎么连衣服都不会穿？哎，不是吧？鬼子进村？什么理科生破形容啊！我沉默地看着这一页，记忆又回到当时高中军训的时候。我们学校一直封闭管理，不能随意外出。那会儿军训裤实在是太大了，我正好还没有腰带，就只能拿根绳子随便对付绑了一下。记得军训时天天都是30来度的大晴天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快要一命呜呼了。每天衣服扣子都是糊弄2下系的。我爸那时候来学校门口给我送东西，还嘲笑我像黄伟军。原来在别人眼里我那副装扮真的像日本鬼子。我轻轻倚在资料室的桌子旁，拿起那本日记，继续翻看。风扇还在吱呀的悠悠转着。2018年9月7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说来也怪，在那之后我总能碰见抱走我被子的女生，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暂且叫她被子同学吧。被子同学好像很活泼，我今天早上又看见她被他们的教官拉出来走正步了，好像是她偷懒驼背被发现了。已经到了最后一天军训，晚上是全年级队伍的才艺表演，很多人自告奋勇上台去表演。教官说我长得帅让我去，我不好意思，没去。没想到的是被子同学表演节目了，他唱了歌《纸短情长》，好像是这个名字，还挺好听的。这周回家了我也去听听。纸短情长，我眯着眼睛，脑海里旋转着这首的旋律，仔细回想2018年的那个夏天。那年夏天，这首歌莫名其妙地变得很火，里面的歌词细腻地触动我的心。我早早的就把歌词旋律背了下来，就等着军训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展现自己。
但是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在军训的时候唱过这首歌了。我也没想到有人还会把我唱歌的事情写进日记里，心里不由升起奇怪的近似于害羞的情绪。真的，害羞又奇怪。我收了收神，逼着自己往下继续看。2018年9月8日，小雨，星期六。贝子同学的教室在4楼，我在1楼，有点远。我想和他认识，要怎么张嘴说呢？同学，被子拿错了，你的奥特曼被子我现在盖着，好像不太合适，那就这样算了吧。靠北，没怎么和女生接触过，还是不太习惯，要不问问兄弟吧。对，先问问，第一印象比较重要。我们学校是按照中考成绩高低排的班，一共24个班，从1班到2班，成绩从高到低。我的中考分数只比这所重点高中的录取分数高3分，我就只能被分到了22班。教室还在4楼，每次吃饭都跑不过其他人。写日记的这个人在1楼，说明这个男生应该学得挺好的。我好奇心越来越重，这个人到底会是谁？我手指一翻，又是一页。2018年9月13日，晴，星期四。被选成数学课代表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天生就长得一副数学很好的样子吗？去办公室交作业，看见桌子上的各班迎新晚会报名单了。22班，顾小贝，红尘客栈。顾小贝，好耳熟的名字。突然脑海中闪过报名那天，被子同学好像就叫这个名。我听见他爸爸叫他赶紧抱着被子上去。他要表演节目吗？早知道我也参加了。翻到这里，过去的记忆就好像被钥匙重新打开了闸门，回忆如潮水般向我涌来。我是一个有机会就会尝试的人，高中活动本来就不多，能有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我肯定是会去试试的。红尘客栈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里面也有我喜欢的歌词，人武林谁领风骚，我却只为你折腰。我不自觉低声哼唱了出来。2018年9月17日，晴，星期一。这周五就是迎新晚会，接着就可以放个中秋假了。上周周测末考好，疯狂刷了一套题。最近没见到贝子同学，今天早上看见对面教学楼，他们班阳台上，他趴在栏杆上吃早点了，读他的日记。我总是能回想起一些画面，我过去的3年好像又重新开始了一遍。走过的台阶，难以下咽的食堂，穿过的紫藤萝走廊，都在一点一点变清晰。我们学校高中是衡水模式，时间安排很紧张。3年的早点我通常都会先在食堂买好，再带到教室外的阳台去吃，还能趴在栏杆上看看对面教学楼的风景。我们年级是独立的2栋楼，中间用连廊连了起来，连廊中间还有着 LED 显示幕。趴在我们班的阳台上能看到对面教室外的走廊。我经常趴在阳台上看对面3楼17班的发小被他们班主任训话，站得有些久。我拉开资料室的凳子，拍了拍椅子上的灰，坐在了那里，继续翻看。2018年9月20日，晴，星期四。今天下午是迎新晚会的彩排，室友为了看美眉自告奋勇的去当搬东西的工具人，还想拉着我。我本来不想去的，老班拉着我做数学竞赛的准备，但室友给我算了一下，这次我会有100%见到贝子同学的几率，那必须去。幸好他唱歌还不错，莫让我白去。2018年9月21日，晴，星期五。迎新晚会到了，我们这些搬东西的在后台等着工作。贝子同学在后台盯着歌词看，隔着那扇透明的玻璃窗，我看见了她微微颤动的睫毛，红色的裙子，额外编了2个麻花辫。我不敢一直看，怕被她发现。这样的贝子同学还莫名挺可爱的。演出很顺利，
中途还有人问我认不认识他，有没有他的 QQ， 我都没有。真气。睡觉了。我看着记忆又陷入了回忆。他应该是帮我拿立麦的男同学吧，可惜我那时候太紧张了，我不懂他上台的勇气和苦涩。他的每一步迈出其实是在靠近我吗？那天我确实穿的是红裙子，什么发型我已经忘了。幸运的是我朋友当时给我录影了，录影档还在手机里。我掏出手机，慌到手指一直按错软体。终于找到了那个视频，可能是时间久远了，视频画质并不太好。我快进拉到我上台那一段，心脏有一瞬间暂停，可我的期待却不可停止。画面上是一个高高瘦瘦穿着校服的男生被抬掉我的立麦，掉完就飞速跑下去了。视频里并没有录到他的脸，说不清是失望还是紧张。燥热的晚风开始出没，校园里熙熙攘攘的声音渐渐消失，偶尔有一两个班书的同学来回走动，手指随风而动，又是一夜。我深呼吸，把自己的心绪缓缓放平，悄悄地继续去读他的日记。2018年9月24日，多云，星期一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在家被我妈使唤出去买菜，去瞭望月十字街的那家新开的超市，人也太多了。我看见贝子同学了，他家也在这附近吗？他好像很爱吃薯片，我看他购物车里全是薯片。中秋快乐。望月十字街新开的超市，是那家新月亮超市吧？那家比别的地方便宜一些。我爸总是带我去那里买菜，而我每次都会趁他不注意往购物车里扔薯片。2018年9月25日，多云，星期二。今天一早就得上学了，我坐上公交去上学。我家那站叫望月景苑西门，距离学校4站，时间还很早，车上都是一些婆婆和大爷，没有空位了。我就在公车上扶着把手站着，只过了一站，贝子同学上车了，站在我旁边了。他没扶好把手，差点摔了，我扶住他了。睡觉了，晚安。资料室里，我失神地盯着这一页。他家离学校有4站，我家离学校3站。我家那站叫望月社区东门，我们应该都坐的是15路公车。15路公车的终点站是梧桐市第一中学。想到我和他有那么多次的时空交集，我却压根不知他是谁。我心里越发迫切地想见到他。天已经擦黑。回去路上，我站在熟悉的公交路牌下等公交，借着昏黄的路灯，再次忍不住打开了那本日记本。2018年11月24日，多云，星期六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今天打开笔记本，所有日记里的主线暗线都在写贝子同学？我是疯了吗？公车上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下车，尝试他喜欢吃的青瓜味薯片，控制不住地给他准备节日礼物。黎科，你完蛋了。2018年11月26日，多云，星期一。什么算喜欢？是喜欢吗？好纠结。2018年11月27日，多云，星期二。成绩出来了，班主任办公室的电脑上可以看到全年级的排名，办公室被堵得水泄不通。我手指划过成绩表，黎科，年级13，比我想象的低。我继续往下拉，顾小贝，年级1103，物理18，化学32，生物55。贝子同学理科不太好吗？我骨子里的热血让我好想冲下去给他讲题，又怕他觉得我有病。该怎么破局呢？路灯下，白纸上娟秀的字迹把我震得一愣一愣的。一个模模糊糊的背对着我的少年影子出现在我脑海，我真的好想知道他是谁。好奇，加倍好奇。不过，他的日记也让我想起了高中文理分班前做学渣的惨痛经历。高2文理分班前，
我们参加了一次全科摸底的考试，那次物理我考了18分。我忘不了自己得知物理成绩后，被雷劈了一样的感觉。我甚至都不敢看年级排名，在年级1260个人中，我已经接近倒数的位置。虽然同学安抚我时，我还大大咧咧地跟他们说我考18是罪有应得。谁让我上理化生课程的时候，老是犯困，而且从初中开始，这些偏逻辑性的学科就是我的弱项。我表现得满不在乎，但是心里又怎么可能不在乎？我也不想让爸妈失望。那段时间，我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之中，一会儿又自我怀疑，一会儿又自我安慰，真的挺难受的，还很孤独。我真的没有想过，在我这磨灰头土脸的时候，有个男孩一眼看穿了我的矫饰，他还费心地用他的方式想帮助到我。2018年11月28日，晴，星期三。答题卡全年级都在混乱放在一起，24个班轮流进行，将答题卡分好分配到各班。这是第一次大型考试，是从我们班先开始。我本来是不想去分答题卡的，最后我还是去分了，分22班的。物理第一道大题其实套个公式就出来了，把每道题的解析都写他答题卡上了，希望你可以看见。顾小贝。轰隆轰隆的老式公交在没石磨车的道上向路排开来，我迷迷瞪瞪地登上15路公车，终于破案了。原来在我高一整年的物理答题卡用红笔在旁边给我写好解析，甚至是思路的学霸大佬是他。他耐心的解析和字迹，就这样陪我度过了每一个因为考试成绩崩溃的夜晚，给我信心继续坚持。我深呼吸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公车上稀落的空位还有很多，我坐在熟悉的靠车窗位置，依靠着点点微弱的车灯和一盏一盏飞驰而过的路灯，继续向后看着，内心的酸涩在一点点向上攀升。2018年11月29日，小雪，星期四。都说初雪是显露爱意的最好时间，我翻了一天的日记本。贝子同学，下雪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承认我喜欢你。翻日记的手就这样顿住，我的呼吸停住，眼眶开始酸涩。我一直觉得在我灰暗的青春，一根不起眼的马尾，一张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脸，脸颊上偶尔还会冒出痘痘，肥大的校服遮住了我所有的光辉。我以为这样的我没有人会喜欢，自卑充斥了我整个青春。原来也有人会喜欢我这普通的青春。2018年12月7日，大雪，星期五。今天家长会，看到你偷偷趴在栏杆上哭了。不要哭，我给你写的详细一点，你下一次肯定就会写对了。2018年12月24日，小雪，星期一。今天是平安夜，早上来得很早，在你桌上放了一个苹果。贝子同学要平平安安。2018年12月25日，小雪，星期二。圣诞快乐。原谅我不敢亲口对你说。2018年12月29日，多云，星期六。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去走廊看看你们班阳台。你吃早点的时候，其实低头就能看见我，每一次都可以看见。2019年1月1日，晴，星期二。贝子同学，元旦快乐。2019年不要再偷偷一个人哭了。我坐在公车上，突然感觉心被触动着，有些压抑到喘不过来气。我迫不及待地向后看着。2019年1月3日，晴，星期四。你戴牙套了，不要害怕笑，一点也不丑。算了，写了你也看不到。2019年1月15日，晴，星期二。今天我们在楼梯转角遇到了，看见你莫名慌张，低下头匆匆和你擦肩而过。你没有注意到我，如果你回头，会发现我在看你，好像有几滴泪水打在了日记本上。我慌乱开去，抹了抹脸上的眼泪，却发现怎么都抹不干净。2019年1月18日，多云，
星期五，下周轮到我们班值周了。我申请了晚自习值周。下周每天都能见到你了。晚安，我的贝子同学。路过你们班了，看到你坐在最后一排，低着头，好像在写数学题，很认真。加油，明天值周就结束了，没机会再到后门偷偷看你了。我只能装作若无其事从你们班窗前经过。那你呢？你能看到我波涛汹涌的喜欢吗？2019年1月26日，晴，星期六。上周是考试周，贝子同学很努力学习了，应该会考个好成绩。不要太担心，快放寒假了，漫长的日子，我没有你的联系方式，我不敢打扰你，你不该被我的喜欢困扰。2019年1月28日，晴，星期一。我的贝子同学，小年快乐，寒假快乐。2019年2月1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好像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今天是腊月27，我去超市碰了碰运气，没碰到你，买了薯片，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。2019年2月4日，小雪，星期一。今天是除夕，灯火阑珊，掐住点的烟花敲起新年的钟声。要是能亲口对你说新年快乐就好了。新年快乐，贝子同学。贝子同学，满地都是六便士，我却抬头看见月亮。望月社区东门到了，下车的乘客请当心，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。下一站望月景苑西门。我拿着笔记本，泪水打湿那页字迹。我一边哭着将那页日记擦干，一边慌乱地下了车。在我家那站公交站牌下，我蹲在那里抹眼泪。恍惚间，我好像看见很久以前也有人站在这，期盼着我的到来。要是当时回头看看，我会不会看到他的喜欢？我蹲在公交牌底下，靠着路口的灯和夜晚开着的商铺里发出来的光，继续向后翻着。2019年2月11日，晴，星期一。今天开学了，路过你们班，你在抄寒假作业。前一天是不是也在熬夜补作业？我看到这里突然笑了出来，泪水还挂在脸上，冒了个鼻涕泡。我寒暑假从来不好好写作业，永远都是开学前一天开始奋斗，然后通宵补作业，增加电费量，没有答案的就拿到学校抄。现在毕业了，再也不用通宵补寒假作业了。2019年2月14日，晴，星期四。最近在学校看见好多成双结对的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我朋友给他喜欢的女生告白了。我不敢，我连和你要个 QQ 的勇气都没有。一天又一天，我被下山的太阳砸死了。贝子同学，我的喜欢可以看见太阳吗？可以告诉你吗？樊班主任叫我去整理学籍档案，我顺便帮22班整理了。你生日是3月13号，算下来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？我的生日确实是3月13号，应该是身份证上显示的，所以他是为了找我的生日，整理了我们全班的档案。2019年2月28日，晴，星期四。跑操的时候看到你了，你在最后一排，周围人都比你高，你躲在他们中间蹦蹦跳跳，注意安全，不要摔跤了。我跑操不喜欢挤在前排，我喜欢在最后一排偷懒，在最后一排跑，又有大高个同学们的遮掩，就没人看见我不跟着口号跑了。这样跑确实很舒服。2019年3月13日，晴，星期三。16岁生日快乐，真希望有一天能亲口告诉你。2019年3月20日，多云，星期三。楼下光荣榜每个班前3会公布照片，我们班能人太多，考进前3有点困难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天你路过时有看到我的机会，所以这次期中我考进去了。你会注意到我吗？我们高中教学楼底有公告栏，
每次考试会把成绩好的同学的照片和名字班级公布出来。他学习这么好，应该是光荣榜的常客。我想到了什么，翻到前面去找他日记里提到他的名字。黎科，年级13。我抹撒着纸上的名字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在模模糊糊的记忆中回忆。突然想起一个对话，某天和朋友唐家经过教学楼，闲得无聊就去看光荣榜。唐家指着榜上的一个人说：“哇塞，你看他，学这么好，还挺帅的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，白白净净的男生，戴着黑框眼镜，一身书卷气，看起来脾气很好，在一众学霸脸中脱颖而出。我当时疯狂点头附和，心里只有羡慕，并没有多想什么。在我的心里，这种神仙一般的人和我不会有什么交集的。我们一个在4楼，一个在1楼，分数将近隔了1000名，那是横亘不可跨越的鸿沟，是我不可能妄想的距离。一张本就记在脑海中的脸，就这样被想了起来。我的心砰砰跳着，脸也莫名发烫，抹了抹眼泪，接着往下看。2019年4月1日，晴，星期一。今天是愚人节。语文老师讲了一个词叫悬想。古代丈夫思念妻子，所以写诗就会说，妻子在家里思念丈夫，就像是我想你了。我不会说我想你，但是我会说你想我了。你想我了。2019年4月8日，晴，星期一。5月初貌似要开运动会，艺术老师会挑很多人准备开幕式的演出。我看到你被选中跳舞了，不要因为要跳舞就不吃饭。你们每天下午吃饭的时候要彩排，一定要记得吃饭。开幕式要护旗手，可以和你们每天下午一起彩排。我犹豫了3番5次，还是报名了。明天下午见。我的被子同学，你跳舞真好看，只顾着盯着你看了，不小心踩到前面哥们了。2019年4月28日，多云，星期日。开幕式提前了，我穿了一身军装，前面的哥们说我帅爆了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？我看到你了，你化了妆，穿了演出的裙子，很漂亮。要怎么告诉你多么耀眼？我小心翼翼地挪到你旁边，你低声问身边的同学，最高的那个男生是哪个班的？学霸大神呀，那天跟你说过的。庆幸你平时和同学聊天，他们有谈论过我的存在。在变好的过程中，人群将我一次次推向你，会留下痕迹的吧。高中3年成绩最好的那个叫黎科，最高的那个叫黎科，最喜欢被子同学的也叫黎科。2019年4月29日，晴，星期一。今天是运动会。我记得我去老师办公室看的时候，你没有报名。魏石魔突然去跑接力了，我在我们班的帐篷看见你被场了，借了个相机，假装摄影师陪你跑完了。原谅我不能像别人一样，明目张胆地陪你跑完，只能假装拍照。我刚擦好的眼泪在这一瞬间又冒了出来，怎么止都止不住，哭得一塌糊涂。原来又是他，在那个炎热的午后，焦红的跑道在阳光下散发着焦焦的味道。我的胸前别着号码牌。我从小体育就不好，本来没报名，结果班里那天有个女生脚崴了，我只能临时上去救场。我愁眉苦脸的在赛道前预备，砰的一声开跑，我撒丫子就跑，感觉快死了。跑步的时候感觉外界一切都看不见了，只有眼前的赛道和耳边呼啸的风。跑到中间我实在没力气了，我听到有男生说了一句加油，就像是近在咫尺的感觉。我咬了咬牙，终于冲了过去。当时耳边听到的声音，估计就是他发出来的吧。我双手掩面，抹去脸上的泪。在那段不怕风吹雨淋，热情如火的岁月，一个人默默陪了我那么久。2019年6月1日，晴，星期六。
顾小贝小朋友，儿童节快乐！2019年6月4日，晴，星期二。今天高3的同学解放了，在教学楼上撕书，纷扬的纸屑飘荡在空中，我抓了一把，是他们逝去的青春。那我们呢？被校长狠狠骂了一顿，制止了。看着他们好像一眨眼就毕业了，是不是我们这3年也会很快？快到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就结束了。人生是做减法，见一面少一面。贝子同学，我见了你很多面，你没有见过我。这段记忆里只有我认识你，整个回忆录，播放者也只有我。真想把喜欢闭着眼读给你听。我蜷缩在角落里，闭着眼，用手指细腻地摩擦纸上的痕迹。黎同学，我听到你的喜欢了。2019年6月19日，晴，星期三。在街上遇到你了，见惯了你穿校服，怎么样都漂亮。你去的那家书店，我也常去。要是再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他说的那家是康安街那家华城书屋吧？那家书屋开在了我初中的对面，地方很小，但是老板很帅很儒雅。我们那会都会挤在书屋里偷偷瞥一两眼。他的妻子也非常有气质又温柔，两个人很般配。即使是上了高中，我依然很会不厌其烦地坐着15路公车坐12站去那里买书。在高中那段时间，我每周末都会以买书的理由跑去康安街玩，每次只买一本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因为一套买不起，所以攒每周的零花钱再去买。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买完了一整套9本，现在还放在我家的书架上。2019年7月22日，晴，星期一。今天期末考试，我把我的运气都借给你。分班考试贝子同学一定能考好，不要怕。2019年7月26日，晴，星期五。最近在练字，现在回头看之前的日记，字迹真是潦草。顾小贝，日记本上写着我的名字的字迹苍劲有力，无意翻到日记本背面，一整页的我的名字，大大小小或连笔或端正。我抬头看向月亮，视线朦胧，月亮也好像在陪我哭一样。2019年8月20日，晴，星期一。光荣榜上见到你了，我用相机拍了下来，可歌爱爱的。我也不愿你有多光彩，每天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就好。日记的这一页夹着一张照片，我拿起来，是我在光荣榜上的照片，因为玻璃隔挡还有些模糊。照片背面写着2019年8月20日，贝子同学第一次登上光荣榜留念。照片上的我抿着嘴憋笑，当时我得知是要上光荣榜了，笑容怎么都藏不住，谦虚都是假的。只有经常上光荣榜的人才对这种事情无所谓，像我这种800辈子没见过世面的，因为运气突然人品爆发讨好的人来说，登上光荣榜真的是无上光荣。从照片上都能感受到我的喜悦。我捏着那照片，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。他从来没错过我青春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他费尽力气去探寻我，发现我。我呢？有在意路过的行人？有抬头看4楼吗？有发现他的喜欢吗？2019年8月23日，晴，星期一。今天新高一来军训了，写数学题的时候恍惚想起你。那个午后，在人群中从容唱歌的你。那时全年级各班要歌唱祖国红歌比赛，我们班最近在挑选曲目，班主任让我当朗诵，我委婉地拒绝了。我比较内敛，我们学校一贯的活动，每一届学生高2的时候会举办红歌比赛，还是挺隆重的。班主任和教导主任他们都很重视。我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，看了你们班的出演表，你们班最终选了军港之夜，朗诵和领唱都没你。没关系，那么多人里，我一眼就能找到你。我们班因为是文科班，男生太少了，
唱不了那种气势宏大的歌，所以最后选了这首歌。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浮现了那些日子。2019年9月15日，多云，星期日，全年级各个班连排。终于看到你了。不过魏石魔，歌唱比赛，你会是在旁边跳舞的。脸上的泪水还没有干，我蹲在路灯一下就笑出声了。我唱歌也就唱流行歌，糊弄糊弄。真到了看真本事的时候，我肯定是比不上别人的。那次歌唱比赛，我们班选的歌曲中间有一小段间奏，正好插一点舞蹈润色。最后阴差阳错下我就成了伴舞的。一共5、6分钟的表演，我就出场了不到30、40秒。没想到他也注意到了。2019年9月27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今天正式表演，在后台后场，我们班都穿的军装。我看到你了，你穿着芭蕾鞋，蓝色的裙子，头发披着，脸上化了妆，眼睛旁有亮闪闪的东西。你在后台又蹦又跳的时候，会不会感受到我的视线？演出很顺利，我奔到观众席，给你拍了照片，还好赶上了。演完就放学了，突然下了小雨，我看到你莫带伞，可怜兮兮地蹲在公交牌底下，我只感觉大脑充血，冲向你，脱下校服外套，攥在手里，站在了你旁边，却没有勇气给你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黎科。我边摇头边哭，哽咽着念着他的名字，说着不用对不起。我记得那天那个陪我一起淋了半天雨的男生，记得那天还走在我斜对面的安全感满满的背影。我一直记得，难以言说的涩徘徊在我的喉咙，吞不下去，紧绷的弦又被狠狠地拨了一下。2019年10月10日，多云，星期四。好久没见到你了，逼自己一直忙，昏天黑地之间又想到你。贝子同学，我要拿你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占据了我的整个青春？总想提笔写什么，词不达意，我要怎么告诉你？又以什么身份？2019年11月1日，晴，星期五。今天有个学妹在桌子上给我塞了一张情书，我脑子里却是她好勇敢，可以给喜欢的人袒露心迹。我不敢，老师早就已经忘记要收日记了。恍惚间翻日记本，原来已经写了这么多了。你呢？你有天会知道吗？2019年11月15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我有时候会觉得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习惯在走廊看看对面4楼阳台有没有你，习惯故作路过余光从你们班的窗子看你，习惯路牌下望月社区内站搜寻你的身影，习惯放学看看周围有没有你的背影，习惯用相机记录你的每一个瞬间，习惯下意识听到你的名字就愣住，习惯了喜欢你。这些我要怎么告诉你？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蹲在路灯下放声大哭。我突然觉得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人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。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现呢？明明每一个瞬间，我们都可以相遇。2019年11月22日，大雪，星期五。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场雪，去年第一场的雪。我在日记本里承认我喜欢你。今年第一场雪，我依然喜欢着你。学校的冬季越野赛，以前我总是不太想参加这种活动，这次我却报名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还是想让你能够注意到我。所以其实是不是，在喜欢你的每一个瞬间，我也在变成更好的我。我记得那年的冬季越野赛，只不过我那些日子恰好感冒了，没有去看，待在教室睡觉来着。唐家说这次的冠军居然是一班的，半梦半醒间还能听到大家在讨论。他们说怎么会有人学习又好运动还好还长得那么帅。我当时还在想，哪有这种人，开什么国际玩笑。弄半天又是黎科，
他一直在用他的小办法想在我这增加印象。酸涩之后的甜，让我有些无措。我缓了缓，才继续翻动着日记本。2019年12月2日，晴，星期一。去参加冬令营了。你在学校要好好的，起晚了也要记得吃早饭。下午不要坐在教室里不吃饭。可写再多，你也看不到。2019年12月25日，小雪，星期三。贝子同学，圣诞快乐！希望有天我能亲口告诉你。2020年1月23日，晴，星期四。突然一觉醒来，全国各地都出现病例了，我们省也有疑似病例了。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，有些人说莫多大师不传染，我觉得和非典很像，可能还要更严重。你要小心一点。2020年1月24日，晴，星期五。今天是除夕，家家户户都戴着口罩跑出去囤货。我在超市等了很久，没有看到你。没事，这个节骨眼待在家里最安全。2020年1月25日，晴，星期六。虽然今年过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还是要开开心心，不要晚上偷偷情绪崩溃。贝子同学，新年快乐！我盯着日记本，回到了那年疫情爆发的时候。最开始大多数人没有当回事，在1月初其实就可以在某些视频网站刷到了。后来当疫情大规模爆发，人们开始慌了。那段日子回想起来就像是兵荒马乱一样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每天胆战心惊地打开手机看疫情地图。2020年1月23日凌晨，武汉封城，随之而来的是全国人民的居家政策。我们团结一致，都乖乖待在家里，配合国家防疫工作。整个国家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。但是在疫情那段日子，情谊和温暖却每天都在上演着。我们抱团取暖，共同期待着疫情结束的那天。现在再想起，恍如隔世，原来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。2020年2月3日，晴，星期一。因为疫情，原定于今天开学的时间推迟了。后面学校决定上网课，全年级语文和英语一起上的。我在1000多个人里找到了你的名字，有时候也挺懊恼的。为什么和你不是一个班？起码上网课还能和你在一起。网课时间真的好像过了太久了，你会不会忘了我的样子？2020年3月13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贝子同学，17岁生日快乐。2020年3月20日，多云，星期四。疫情好了很多，今天去街上买些资料，在那家书店遇到你了。空间很逼仄，只有3排书架，2个过道，我们面对着一个书架，在书的缝隙间可以瞥见你的脸。你在挑卷子，好像有些踌躇。我挑了一本适合你的，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。在你面前抽出那本书，跑去结账了。你看我买了这个也跟着买了。放心了，这个最适合你现在的阶段。买完书就看着你离我越走越远，好像很多次都是这样的。喜欢真的道阻且长。2020年5月5日，多云，星期二。今天晚自习班主任在教室里放电影，我站在走廊，靠着栏杆，这个角度刚好看到蹲在阳台上哭鼻子的你。谁欺负你了吗？数学题默做出来，有时候觉得猜你的想法比数学最后一道的最后一问还要难。此题无解，甚扰甚忧，乱心志。我将手中的草稿纸叠成纸飞机，朝你的方向飞了出去。我回到教室，不敢看，怕风没有将我的喜欢吹到你面前。贝子同学，也许你捡到飞机了，对吧？捡到了。黎同学，飞过来的纸飞机被我牢牢抓在手里。你看，我抓住了你的喜欢。破旧的笔记本，简单的话，
描述了一遍又一遍的想我、念我、喜欢我。2020年6月1日，晴，星期一。顾小贝小朋友，儿童节快乐。2020年6月7日，多云，星期日。因为疫情，高考推迟到7月了，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。这学期的体育课，我们2个班在一个时间。我常能看见你趴在草坪上睡觉，打球的时候也会看。他们说我心不在焉。今天下午在球场打球，看到你在球场外乱转悠了，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我。虽那么多打篮球的人，看到你过来了，我就没敢再看你。进球后下意识地找你，没看到你，其实有点失落。2020年6月30日，晴，星期二。学长学姐在办跳蚤市场，教学广场人山人海，我没下去看，但是我在阳台看到你了。每次人多的场合，都下意识地搜索你的身影，有时候我都感觉我病了。周围路过人的会诧异地看我1、2眼，然后又慢慢回头走远。可能他们也不明白，魏石模高考结束的这个夜晚，这个所有人都在狂欢的晚上，我穿着校服，蹲在公交牌下，哭到天昏地暗，哭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拿着笔记本站起来，边哭边往家走。这条我从小学走到高中的林荫路，也静默着，好像连风都不太愿意说话，静悄悄的，只有月亮擦着眼泪。回到家，我爸惊讶地看着狼狈的我，我妈闻声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手上还拿着洗碗布，还系着围裙。他们没有问我发生什么了，就看着我边哭边回卧室，就像从小到大无数个崩溃的日子里，他们也是这样默不作声。随后在桌上放一杯热乎乎的牛奶，我坐在我的卧室里，桌子上摊开那本日记，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再一次翻开看。我像是支援迟到的将军，看着遍地的残骸战士们，却无能为力。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毕业了，他和我是不是已经没有再交集的可能了？我不知道。2020年7月7日，晴，星期二。今天是高考，明年就是我们了。你会害怕吗？我做了今年的高考题，有时候其实也很无奈，很多事情自己没资格决定，明明是我的人生，指挥者却不是我。有时候也很想不通，魏石模就这么大点的城市，转角就是遇不到你。2020年8月20日，晴，星期四。今天难得有从题外喘息的机会，和一个朋友聊天，他说他有了喜欢的人，他说我这种老古板不懂他的心情，我说我懂，他很震惊，他说我藏得太深了，平时只能看见我在写低头东西，除此之外就是走到走廊看窗外，就连打球也是，只是固定的时间。我没解释，我本身就是一个懦弱的人，我的爱太过内敛，多少次欲言又止，喜欢都在余光里，内心的汹涌澎湃，只敢写在纸上。我的耳机里正好在放歌手买辣椒也用券的第三人称。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，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，不自觉遮掩，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。我只感觉昏沉，两手交叉，不停歇的冰凉液体滴落在手背上，稚闷的疼，让我除了不间断地翻动日记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。2020年9月20日，晴，星期天。我们已经高3了，各班最近都挂上了高考倒计时的牌子，教学楼上的显示幕也有了倒计时。距离2021年高考还有260天，我看着看着就有些恍惚。206天之后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再见了？争分夺秒的复习，争分夺秒的现你。那会我们班也挂了一个高考倒计时的牌子，按照学号轮流换那个数字，牌子就挂在黑板旁边，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。
每次看见都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，仿佛那张牌子有千钧重。每天从题海里抬起头来，看向牌子的数字都有些重影。那段日子回忆起来，只有做不完的题，写不完的纠错本，考不完的试。红笔和黑笔交叉着在我的青春写画画，留下印记。我常和唐家说，我说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小说里面都是骗人的。我的高中没有帅气的同桌，没有翘课旷课堕胎抽烟，也没有夜晚可以载着我飞驰在高速路上。当然，那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降临在我的身上。我遇到的只是上不完的课，早上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为了省时间的洗头吃饭2选1，掉不完的头发和重重的黑眼圈，每天活在会不会高考失利的胆战心惊中。这就是我的青春了。有时候也会自嘲自己这平平无奇的青春以后会无从缅怀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太平凡了。桌子上小台灯照着，我坐在那里，一页又一页，抽泣声灌满了整个夜晚。2020年10月30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最近你是不是很忙？好久没在阳台上见到你了。今天学校发了目标大学统计表，我又利用职务之便看了你的。顾小贝，目标大学 C 大。我承认，今天那节晚自习，我一个字也没写进去。我的人生不允许我做主，可笑至极。看到这里，一些回忆突然被想了起来。接下来的故事我知道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理科在那个寒假就保送去了 B 大，而我要去的 C 大，离那里10万8千里。在我的时间线里，理科只是一个遥远又耀眼的人。我们就像是数学题上的2条平行线，互不干扰。我趴在桌子上，任由泪水淹没。我们已经错过了，我不愿意再看了。我合上日记本，藏在了抽屉里，关上了灯，用被子捂住头，放声大哭。那之后，那本日记本就待在了我的抽屉里。我偶尔看着15路车会发呆很久，偶尔会在望月社区公交站下停留，就那样慢慢等来了高考成绩出来那天。我的高3模考成绩总是起起伏伏，分数差挺大的。我无数次绝望地在电话里哭着对我爸说，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？我爸爸说，只要你健健康康的就好。然后又挣扎地继续学习。所以高考结束后，我就告诉过我爸说，如果没考好，我们就认命吧。我爸在高考成绩出来前那段时间，盯着同事们轰炸式询问，打着马虎眼。高考结果出来那天正好是个晴朗的午后，中午12点，我爸急匆匆下班回家。他走进我的房间那一秒，我的成绩刷新出来了。看到成绩那一刻，我放声大哭。我哭着在电脑桌前，我喊着我考上了，分数考得很不错，算是那么多次模考里最好的一次。爸爸妈妈都在旁边，一向强硬的爸爸也偷偷在抹眼泪，我妈眼眶也有些湿润。高考是一群人的战斗，慢慢的折磨中哭泣，从来不敢停歇。回过头只觉得解脱。我瘫倒在椅子上，有种精疲力竭的感觉。桌子上还堆放着已叠如山的高3资料和书，在成绩出来前我甚至不敢卖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过了几天，我和我爸把我高中3年的所有书整理了出来，大大小小的书和资料填满了后备箱和后排座位。开往废品厂时，我坐在我爸的车上，这辆车见证我高中3年的春秋冬夏，见证了风雪夜我的崩溃哭泣，见证了我喜滋滋的拿着第1名的奖状，见证了我的青春。废品厂的老板娘称着重，我发着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攥着那186块钱1毛钱，两边是飞逝的道路。我的青春值186块1毛，鼻子莫名有些酸酸的。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一样，顶着烈阳学车，倒车入库怎么都停不好。
仔细给各大院校打电话，不敢马虎地填报着志愿，学着化妆打扮穿衣服，同学聚会，打扮隆重地去拍证件照，兴高采烈领录取通知书。奶茶店老板笑眯眯地祝贺着我。可是有些东西不是你不去想就会忘记的，他们会在某个夜晚汹涌而来，夺走你的泪水和所有情绪，质问你为什么不能再勇敢一点。伤口结痂了，可是疤也留下了。终于要开学了，分离在即，我妈缄默地替我收拾着行李。那几天我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心情，但是我猜得到的。第二天一大早的火车票。晚上，我蹲在行李箱前，仔细思考还有什么遗漏的。我妈在卧室门口叮嘱着我一定要把该拿的都拿上。我拉开抽屉，搜寻有没有忘带的东西，一下子就看到了那本笔记本。我小心翼翼拿了起来，我翻了开来。2020年11月23日，晴，星期一。高考倒计时196天。贝子同学，今年第一场雪下了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对吧？贝子同学，耶诞节快乐，元旦快乐。断断续续的日记，看得出来不是同一天写的。2021年2月4日，小雪，星期四。我想起一个故事，《世说新语》里，司马睿问司马昭太阳和长安哪个远？司马昭本说太阳远，可是后来司马睿又问，司马昭说长安远，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，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贝子同学，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举目见日，不见长安。举目见日，不见你。2021年2月12日，多云，星期五。贝子同学，新年快乐。2021年3月13日，晴，星期六。贝子同学，18岁生日快乐。2021年5月5日，晴，星期三。今天拍毕业照，终于可以借个机会好好拍你了。你很漂亮，很多人都在和你合影。我拿着相机就躲在你的不远处。我拜托其他同学帮我拍照片，照片里有你的侧影，你站一半，我站一半，这是我们的一张合影。我拿起日记本里夹着的照片，男孩满眼喜欢地看着我的侧影。我继续往下看，那天的相机装了你很多照片，全都放在这个二维码里面了。希望有机会，你能看到我眼中的你。每一个瞬间，对于我而言，你都在发着光。喜欢向来可以盖住一切。我流着泪用手机扫了日记本里面夹住的二维码。视频开头，一个男生站在余晖中，背影坚定，普通的白衣黑裤，在他身上有着不一样的味道。几秒过后，他开口了，清冷的声音冲击我的耳朵。贝子同学，准备好了吗？话音一落，升旗台下站不住的我，上课昏昏欲睡的我，忙里偷闲吃早餐的我，冲去食堂的我。130MB 14KB， 一个刻意的数字，就是他的整个青春。视频最后在我们那张不算合影的照片停顿了很久，我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被人拽住了，狠狠地被提了起来，动弹不得。原来悲伤到极致是没有声音的。2021年6月6日，晴，星期日。下午就要布置考场了，我们上午就要把东西都带回家。学校里已经没有多少人了，我还没走，我看见你抱着被子向校门走远，你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，我就站在原地，好想告诉你，其实第一次见你，我的心就开始不受控制了。贝子同学，提笔写了这日记的最后一篇，我的青春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。最后一次，我想勇敢一点，我把日记放在了你的那摞书上。如果你哪天能够看到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随时，我都在。黎科155
6003，我好像站都站不稳，扶着床榻，眩晕感让我止不住抖动。为什么不早点看完呢？为什么当时不勇敢一点呢？他走了100步，我却没有看见，跌坐在地。我觉得脸上已经流干流尽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出，心脏阵阵的疼。我一手攥着日记本，颤抖的一个一个地输着电话号码。我缺席迟到的这段时间是离科整个被困住的青春。我牢牢地在他3年5载的青春里种下一棵盛大的榕树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嘟嘟，1秒，2秒，心控制不住颤抖。电话接通了，空气中的窒息感加重。我不敢说话，怕是假的。我哽咽着说：“离科。”电话那头一阵寂静，沉默了很久。泪水朦胧之间，我听到：“贝子同学，我在。”郑文完，番外小剧场。当时是晚上11点30分，我拨通了电话。贝子同学，我在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抽泣得更大声了。我想说些什么，张嘴却说不出来。要说些什么呢？他去了 B 大，而我即将启程去遥远 C 大。我们的故事本就不该有结局，就像我的青春一样，总在得得失失中遗憾。我其实能想明白他为什么最后选择把日记本给我看。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不愿意让自己喜欢成为负担，所以他把决定权给了我。他没有让这个故事就这样无疾而终，而是交给了我，给这份封藏在笔记本一个可能。电话号就在那里，而我选择颤抖着拨通了电话。我们都是胆小鬼，可是爱里不可以做胆小鬼。我们都要像勇士，在真诚和所有不圆满的故事里挥舞宝刀，披荆斩棘地寻找自己的玫瑰。他披星戴月站到你面前，我为什么要推开？我深呼吸，缓缓开口：“离科同学，你好，我是2021届高三22班顾小贝，可以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吗？”我说着说着又哽咽了。电话那头低沉的男声缓缓开口：“顾小贝同学你好，我是2021届1班离科，我很荣幸认识你。我觉得我真是太丢人了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想让自己别哭了都停不下来。贝子同学，虽然有些冒昧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下楼来？我在你家楼下。”我奔到窗前，高高瘦瘦的身影站在公交站牌下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，他在那里张望我会不会来。我跌跌撞撞冲到楼下，和转过身的他四目相对。他看到我不自觉地笑了，眉目晴朗，可能是有些着急，发型都有些乱。这一次不再是1楼到4楼的遥遥相望，不再隔着1000多名的距离，不再是斜对面的背影，不再是走廊故作不经意的瞥见，不再是毕业照里错半截的合照，不再是答题卡上的涂涂抹抹，不再是擦肩而过的懊恼，不再是隔着书架缝隙的脸，不再是公交站牌下默批上的校服，不再是日记里的代号。夏日燥热的晚风吹起少女的裙摆，拨动少年衬衣的衣角。月亮终于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，旁边的星星好像也在吹着喇叭贺喜。贝子同学，这一次可以告诉我你的 QQ 吗？我泪点低，听到他说这句话我又忍不住了。但是我真的很高兴，很高兴，还好没有错过。我笑得比哭的还难看，嘴角是向上的，2个眼睛却一直忍不住掉眼泪。风将我的话带到他的耳边，荣幸至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